如果我告诉您，全球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电池公司突然宣布，他们已经把电池的制造成本压低到了每千瓦时只要$10，您会作何反应？这不仅是数字上的突破，它背后意味着能源存储的价格体系可能被彻底改写，几乎相当于为整个清洁能源产业按下重启键。要知道，这可不是我们熟悉的目标价$100，而是足足便宜10倍的$10。在能源行业里，这样的差距并不是小数点的调整，而是决定一个产业格局能否翻天覆地的临界点。这种差别就好比过去买电池像买一辆高档豪华轿车，昂贵遥不可及，而如今却降到了买一辆普通自行车的水平，人人都买得起，甚至可以轻松普及到家庭和社区层面。真正让人瞠目结舌的彩蛋是，他们并没有依靠某种未来科幻般的新元素，也没有研发什么外星材料。他们的突破不是基于神秘的实验室配方，而是选择了最朴素、最常见的一种化学元素，几乎每个人家里都能找到。答案出乎意料，他们选择的核心原料竟然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盐，不是昂贵的稀有金属，而是随处可见的物质。没错，就是和你厨房餐桌上那罐白色食盐成分非常接近的那元素。谁能想到，我们饭桌上的调味品如今有可能变身为未来能源革命的关键角色？而故事从这里开始变得耐人寻味，因为用盐发电听起来既简单又不可思议，让人不禁怀疑这其中是否暗藏玄机。这家背后的巨头叫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公司，简称宁德时代。它不仅是中国的明星企业，更是全球新能源领域的领军者，业务遍布世界，提供从电动汽车电池到储能系统的全面解决方案。要知道，宁德时代的产能和规模无人能敌，它所生产的锂电池数量远远超过全球任何竞争对手，可以说它就是锂电池领域真正的霸主。在全球争夺锂资源的激烈赛跑中，宁德时代凭借资金、技术和产业链优势，率先占据了主动权，几乎可以说是赢得了锂电池时代的制高点。然而，让人困惑的是，既然他们在锂电池上已经取得压倒性的优势，为什么如今要突然转向一种过去几十年都被视为二流选择的钠电池呢？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战略逻辑？关键在于，宁德时代对于这次技术突破的核心细节一直讳莫如深，既不主动披露技术机制，也不详解制造方法，反而营造出一层神秘的面纱。迄今为止，他们既没有像学术界那样发表技术论文，也没有向外界解释细节，只是抛出几个大胆的数据和口号，然后直接端出2款准备投入市场的新电池产品。这让人不禁要问，这究竟是真正足以颠覆行业格局的革命性突破，还是只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市场宣传？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宁德时代刚刚发布的重磅新品——全新钠离子电池品牌钠锌 Nextra。这正是他们希望用来开启下一个能源时代的核心武器。如果您对宁德时代还不够熟悉，这里有一个直观的事实：全球几乎一半的电动汽车，包括特斯拉、梅赛德斯奔驰等知名品牌，背后所使用的电池动力正是由宁德时代提供的。因此，当锂电池之王宁德时代突然转向主推钠电池时，就像麦当劳有一天宣布要主打披萨业务一样，整个行业瞬间炸开了锅。消息一出，不仅投资者和同行企业纷纷关注，连普通消费者和媒体也立刻意识到，这或许预示着电池行业即将迎来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事情的来龙去脉究竟是什么？让我们从钠电池的发展背景说起。事实上，钠电池在电池大家族中一直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长期被认为是不如锂电的次等选择。因为与锂电池相比，钠电池的能量密度明显偏低，能够存储的电力有限，而且循环寿命也不理想，用久了性能衰减得更快。更矛盾的是，虽然钠的来源非常丰富，几乎无处不在，但真正做成电池后，价格却居高不下，反而失去了廉价替代的优势。这种看似反常的现象其实并不陌生，就像我们明明生活在一个被水覆盖的星球，却依然有人花高价买瓶装水。地球表面大约有70%被海洋覆盖，水几乎取之不尽，但因为质量、包装和品牌的差异，人们依然愿意花费数十倍的价格去买瓶装水。那电池的处境正是类似的尴尬，但与瓶装水的奢侈消费不同，
这次宁德时代直接打破了高价困境，他们公开声称全新的钠锌电池成本能够压缩到每千瓦时仅$10，这在整个行业看来几乎是天方夜谭。要知道，全球无数科研团队和企业10几年来孜孜不倦的目标，就是把电池成本降到$100千瓦时这个神奇数字，因为那被视作电动车全面普及的经济临界点。回顾历史，在2008年，锂电池的制造成本高得惊人，每千瓦时高达$1415，当时电动车几乎只能算是富人玩具，根本无法进入大众家庭。美国和西欧的企业与科研机构花费了整整16年，才一步步把电池成本从上千美元降到2024年时的约$115千瓦时，这已被认为是一个伟大的产业进步。而在$100关口被突破后，电动汽车的售价就能真正和传统汽油车平起平坐，同时家用储能电池也能走进寻常百姓家，不再是少数人的昂贵奢侈品。可以说，西方国家费尽15年心血才勉强抵达目标线，而宁德时代却像一辆超速列车，瞬间领先9圈，把行业竞争甩在了看不见的远方。那么问题来了，宁德时代究竟是如何做到这一步的？他们用的是什么样的技术突破，才能实现如此巨大的成本飞跃？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突破会对你我有什么实际影响？它可能意味着你的下一辆电动车更便宜、更耐用，你家里的备用电池也能轻松买得起，停电时再也不用担心断网和黑暗。因为便宜电池的到来，可能彻底改写我们的生活方式。比如太阳能可以被轻松储存起来，在停电时继续为家里供电，确保冰箱不停、网络不断，甚至在灾害中也能保障基本生活。要想明白为什么那电池如此关键，我们需要先从它的基本原理说起，用最简单的方式理解它是如何工作的。虽然我们在前面提到过那电池的一些概念，但这里再简要回顾一下，这样您能更直观地理解宁德时代那新技术的独特之处。实际上，那电池和锂电池的运作逻辑非常接近，二者的基本结构和反应机制几乎如出一辙。在电池内部有2个电极，我们可以把它们想象成2片离子的停车场，正极和负极之间，离子们来回穿梭，就像车辆进出停车位一样。当电池处于充电状态时，那离子会整齐地从一个电极跑到另一个电极，就像把车子停进备用车位，过程中能量被暂时储存了起来。而在放电时，这些钠离子再一次驶回原位，在这个过程中释放出储存的能量，驱动你的汽车、手机或家里的电器设备运转。而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在于，那电池在某些方面展现出了与锂电池截然不同的特性。比如在安全性上，那电池比锂电池优势明显，它们更加稳定，不容易因为过热而引发危险，它们自燃或爆炸的几率极低。这意味着人们在使用时能更放心，不必再担心因为电池故障而发生火灾。如果您曾因手机电池过热心里打鼓，或者看过电动车在街头自燃的新闻，那么那电池将让您释怀，它不会轻易出现那样的隐患。听到这里，您可能会好奇，既然那电池既安全又环保，甚至原料大多来自取之不尽的海水，那为什么我们不立刻把所有电池都换成那电池呢？当然，那电池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它也有一些天然的缺陷，这正是过去几十年里科学界一直没有把它推到主流舞台的原因。首先，那电池的能量密度比锂电池低得多，也就是说，同样重量的电池，那电池储存的电力更少。其次，它的循环寿命不长，充放电的次数有限，这在需要为电动车长途供电或为家庭全年无休提供电力支持时，表现就不够理想。不过，那最大的优势在于它的资源储量惊人，和锂相比简直是天差地别。那在地壳和海水中的含量大约是锂的1000倍，这意味着几乎不可能出现资源短缺的问题。换句话说，那几乎遍布地球，无论是海水、盐矿还是普通的土壤里，都能轻易找到它。原材料的获取几乎没有门槛。然而问题在于，虽然锂电池的成本在过去16年间经历了断崖式下跌，从$1415千瓦时一路跌到如今的$115，但那电池却迟迟没能降下来，它的价格始终偏高，缺乏竞争力。这也导致在市场上，那电池根本无法与锂电池正面竞争，长期处于陪跑的位置。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那电池制造工艺上的一些怪脾气，它在能量转化效率上总有短板，加上工艺复杂，导致尽管原料几乎不要钱，最终成品电池的成本却依然不低。所以问题回到最关键的一点，如果全世界的公司都还在为$100关口拼尽全力，宁德时代又是如何突然宣称自己能把成本降到只有$10的？这听起来简直像在开玩笑。面对这样惊人的数字，您会相信吗？还是会怀疑这只是一次华丽的营销噱头？接下来，让我们仔细看看宁德时代全新推出的那新电池，究竟有哪些独特的设计和技术，能让它在价格上甩开同行9条街。实际上，宁德时代在那新品牌下同时开发了2款电池版本，分别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第一个正式量产的型号是一款24伏的重型电池，主要用于卡车的集成启停系统，而紧随其后，他们还计划推出专为乘用型电动车量身打造的版本。这2种电池虽然使用相同的核心技术路线，但在具体设计上各有侧重，一个强调耐久与大功率输出，另一个则更注重能量密度和驾驶体验。而说到那电池真正的亮点，那就不得不提它在温度适应性方面的表现，这是它能脱颖而出的关键优势。不论是哪一款那新电池，它们的工作温度范围都能覆盖从零下40摄氏度到高达70摄氏度的区间。这意味着电池不再惧怕极端气候，彻底打破了我们对电池怕冷怕热的固有印象。更令人惊讶的是，即便在接近北极的严寒环境中，那锌依旧能保持超过90%的有效电力输出。这对于生活在寒冷地区的人们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突破。这背后的意义远比你想象的更深远，因为电池能否在极寒条件下工作，直接决定了电动车能否在北方市场普及。宁德时代和其他中国电池制造商对此尤为重视，因为他们在地理和市场上都拥有额外的激励因素。中国北部与西伯利亚接壤，冬天常常要面对零下30-40度的严寒，这样的环境让传统电动车的电池表现极差，因此这些地区长期以来都被视为电动车推广的禁区。与此同时，俄罗斯、蒙古等邻国同样存在庞大的市场需求，他们需要的是既能承受严酷气候又足够便宜的电动车解决方案，这让那电池的潜力更显突出。换句话说，这不仅仅是造出一块在冬天还能用的电池，而是为整个北方寒冷地区的交通和能源系统打开了一扇电气化的大门。想象一下，曾经被冰雪阻挡的新能源版图，现在被重新点亮。不过，能抗严寒只是第一步，那新的能力远不止如此，它的真正亮点才刚刚开始展现。宁德时代还宣称，那新电池能够承受超过1万次完整的充电循环，寿命比大多数电池要长得多。更令人惊讶的是，那款重型卡车版本，即便闲置整整1年，也能轻松一点就着。这对商用车和应急电源而言价值巨大。这样的表现不只是让人拍案叫绝，而是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电池寿命和可靠性的理解，相当于为整个行业树立了全新的标准。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理解这些数字的分量，让我们把它放到日常生活和现有电动车的表现中来对比。比如说，马斯克旗下的特斯拉大多数车型使用的是磷酸铁锂电池，这类电池在正常情况下大约能承受3000到4000次充放电，之后电池容量就会衰减到原始水平的80%以下。换句话说，如果您买了一辆续航里程600公里的电动车，当电池衰减到80%时，能跑的路程可能只剩下不到480公里。虽然依旧可用，但对用户来说已经明显感受到缩水。当然，这样的电池仍然能满足大多数出行需求，但对比之下，那新的表现无疑显得更加令人瞩目，几乎是重新定义了电池寿命的概念。按照经验，一辆普通电动车行驶到大约32万公里时，它的电池容量往往会下降15%左右，这是行业普遍接受的衰减水平。可如果纳新真能承受1万次充电循环，那意味着在电池容量降到85%以下之前，一辆车理论上可以跑到惊人的580万公里，这几乎相当于绕地球赤道转145圈。这种寿命已经完全超出了汽车电池的范畴，它更像是一种持久耐用的能源基础设施，能够伴随城市、工厂乃至家庭几十年。所以说，这不仅仅是一块电池，
而是一种真正物超所值的长期投资，能够改变人们对能源资产的认知。如果从性能指标的角度来比较，那锌的表现让人意外地接近目前主流的锂电池，几乎缩小了两者之间的差距。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那锌的能量密度已经达到了每公斤175瓦时，这个数字放在那电池领域里堪称跨越式的进步。这个水平几乎追平了目前市面上大多数电动车所使用的磷酸铁锂电池，它们的平均能量密度大约在每公斤185瓦时。换句话说，那锌已经能够和现有主力电池正面抗衡。当然，那锌的能量密度依然比不上高端的镍基锂电池，那些电池的水平通常在每公斤250到300瓦时之间。但如果只与已经为全球数百万辆电动车提供动力的磷酸铁锂电池相比，那锌无疑已经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宁德时代甚至给出了一个直观的对比：装载那锌的电动车，一次充电就能跑大约500公里，这几乎涵盖了绝大多数家庭日常通勤和周末出行的需求。换句话说，无论是上下班的城市代步，还是偶尔到郊区旅行，500公里的续航完全足够，几乎能够满足大多数电动车用户的实际生活场景。更值得注意的是，那锌并不是宁德时代在那电池领域的唯一动作，他们其实还推出了另一款颇具战略意义的产品。这款产品名叫 Freever 双动力电池，它是专门为增程式电动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设计的超级电池，既能提供超过400公里的纯电续航，又支持极快的充电速度，短短10分钟就能增加大约280公里的行驶里程，这在行业内堪称革命性的性能指标。与那锌单一化学体系不同， Freever 走的是一条完全不一样的路。它把两种不同的电池化学体系装进同一个电池组里，让它们各展所长，就像一支混合乐队，既有低音鼓的稳定，也有小提琴的灵动。换个角度理解， Freever 就像一辆混合动力汽车，只不过它不是汽油和电动的结合，而是把两种电池嫁接在一起，实现更高效、更灵活的能量管理。目前 Freever 提供3种组合方案，一种是稳定耐用的经典磷酸铁锂电池，一种是高能量密度的镍锰钴电池，再加上如今最新的钠离子版本。不同的组合像是定制化菜单，可以按需求搭配。由于每种电池化学体系都有独特的优缺点， Freever 的核心在于它的智能电源管理系统，它会根据当下的温度、功率需求、行驶状态自动选择最合适的电池，就像汽车在不同路况下自动切换档位一样自然流畅。自从2024年10月正式亮相以来， Freever 已经证明它远不只是简单的把2块电池拼在一起，而是经过深度设计和优化的系统工程。宁德时代团队对不同电池化学反应的兼容性进行了反复试验，严格控制它们的比例，并通过精密的混合排列、串联与并联设计，才让整个系统发挥出最佳性能，避免了1+1=2的情况。光是这一项电池排列方式的改进，就让整个系统的可用温度范围扩大了5%。看似数字不大，但在极端环境下，往往是决定电池能否正常工作的关键。这正是 Freever 最聪明的地方，通过细微的化学和结构优化，实现了看似不可能的性能提升。比如，系统会利用那电池部分作为参考基准，帮助锂电池在充放电过程中进行精准校准，相当于让那来当标尺，保证锂不会过充或过放。宁德时代表示，这样的调整能提高整个系统的运行效率。结果就是在相同条件下，车辆的纯电续航可以增加至少10公里，听起来不多，但在电动车领域，这点提升意味着竞争力的巨大差距。Freever 的真正价值在于把钠的优点和锂的优点巧妙互补，在钠擅长的地方用钠，在锂占优的地方用锂，从而构建一个比单一电池更强大的混合体。比如说，面对零下几十度的极寒环境，普通锂电池性能会迅速下降，而这正是那能派上用场的时刻。在冰天雪地中，那电池依旧能稳定输出电力，保障车辆正常行驶，仿佛为冬天量身定制。那如果你准备长途自驾旅行，需要车辆拥有尽可能长的续航能力呢？这时候系统就会切换到锂电池，由于它能量密度更高，可以让车辆跑得更远，确保一路畅行无忧。那在炎热的夏季，如果你只是日常在城市里通勤，车辆要面对高温和频繁启停的考验，怎么办？答案是切换回钠电池，它在高温环境下依然能保持稳定运行，不容易过热或出故障。
就像工匠会针对不同任务选择不同的工具 ，FreeVoid 的设计逻辑就是哪块电池最合适，就让它来主导。更妙的是，如果你正好住在寒冷地区，传统锂电池往往会掉链子，但有了钠的加入，问题自然迎刃而解。而在那些无法完全满足需求的地方，锂也依旧在旁边随时待命，两者形成完美搭档。不过话说回来，让我们冷静下来，对这些听起来令人振奋的突破做一次现实检验，看看他们在市场和技术层面能否真正站得住脚。不得不承认，这些进展的确令人激动，看上去似乎已经预示着一个电池新时代的到来。但关键问题是，纸面上的美好和现实中的落地往往存在巨大差距，到底有什么潜在的障碍在等着它？首先必须正视的一点是，锂电池在能量密度上依旧遥遥领先。更令人意外的是，经过多年优化，锂电池在成本上现在也反而占据了优势。换句话说，虽然那储量比锂丰富得多，但从实际市场格局看，锂电池依旧是赢家，产业链成熟，价格合理，占尽先机。毕竟，锂电池技术经过几十年发展，早已形成完善的供应链，全球产能庞大，规模经济效应显著，制造成本自然越压越低。因此，那电池要突围的时机可谓相当尴尬，不仅要对抗成熟技术，还要面对价格雪崩的背景环境。要知道，锂电池的价格曾在2008年高达每千瓦时1400美元，如今已经跌至115美元，16年间暴跌92%。更夸张的是，仅过去3年，因为产能过剩，价格又骤降70%，几乎触底。换句话说，如今的锂电池价格已经比16年前便宜了至少10倍，这让所谓的价格革命变得更难实现，因为旧技术已经足够便宜。这场价格暴跌直接削弱了那电池的经济卖点，使它难以凭借低成本一招打动市场。试问，在旧有的锂电技术已经降到普通消费者都能负担的价格时，市场又凭什么要承担风险去选择全新的那电池？更令人感到疑惑的是，虽然宁德时代公布了一长串令人惊艳的性能参数，但他们却始终没有给出清晰透明的实际定价。诚然，如果真如他们所宣称的那样，把价格拉低到每千瓦时10美元，那绝对是一次革命，足以颠覆整个能源产业。然而，在缺乏具体市场售价的情况下，人们保持怀疑态度完全可以理解。毕竟数据发布是一回事，落地执行又是另一回事。历史上，电池行业已经出现过无数次突破性新闻，但大多数最终在商业化环节铩羽而归，化作泡影。同样令人不安的是，他们对实现这一切的技术细节几乎没有解释，这种缺席让外界更加困惑。大家最想知道的问题是，宁德时代究竟依靠什么样的工艺革新，才能在一夜之间把电池价格拉低到如此惊人的水平？到底是工艺的简化，还是材料供应链的优化？这些制造创新才是决定它能否站稳市场的关键。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公司官方始终保持沉默，几乎没有透露任何可验证的细节。这可能是一种高明的战略保密手段，也可能只是有意模糊外界视线的营销策略，究竟是哪一种，现在仍不得而知。2025年1月，斯坦福大学发布的一份最新研究给出冷静提醒，那电池是否真的能在成本上与锂电池一较高下，目前仍充满不确定性，甚至可能要等很多年后才能真正看清答案。换句话说，那电池正面临一个典型的鸡生蛋，蛋生鸡的困境。要想把成本降到承诺的水平，必须先实现大规模量产，可要想做到量产，又必须提前让价格足够低廉，这两者互相依赖，形成死循环。正如哥伦比亚大学电池化学专家丹·斯坦加特在2025年2月科学杂志撰文指出的那样，当下的那电池制造商规模太小，还远未能享受到规模经济的红利，这也是他们最大的问题所在。要让整个产业链从锂过渡到钠，需要的不只是技术突破，更是行业格局的全面转型，而这种改变显然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不过，宁德时代正在尝试扭转这个局面，他们显然不想让那停留在实验室阶段，而是要推动它真正走向规模化。那么，从成熟度角度来看，那电池目前到底处于什么位置呢？
如果按照 NASA 的技术成熟度等级来评估，它究竟走到了哪一步？结果出人意料，那新电池在这个9级量表上居然已经达到8到9分，这意味着它不仅完成了实验验证，甚至已具备市场化落地的条件。换句话说，它已经不再只是停留在试验台或论文里，而是经过真实环境下的验证，正处在准备投放市场的临界点。这可不是停留在理论上的纸上谈兵，而是真实可运行的技术成果。事实上，宁德时代早在多年前就已涉足那电池的研发和生产，只是此前规模有限，还不足以掀起行业级的浪潮。没错，这一过程中也遇到不少障碍。宁德时代原本承诺将在2023年完成那供应链建设，但进度一再推迟，直到今年年初，他们才终于搭建起完整的供应链。这也意味着前期生产和交付出现了严重延误。不过，令人欣慰的是，眼下大规模生产已经正式启动，那电池终于从蓝图跨进了流水线。而在整个故事里，制造环节其实才是最关键的，因为只有真正可量产，技术突破才能转化为商业价值。好消息是，那电池的生产工艺几乎和锂离子电池完全一样，不需要推翻重建整条产线。这意味着宁德时代以及其他潜在厂商只需在现有锂电池工厂稍加改造，就能切换到那电池的生产，不必投入天量资金从零建厂。这无疑是那电池的一大优势，因为在全球能源转型争分夺秒的当下，能否快速扩展产能至关重要。同样的 FreeVol 混合电池在成熟度评估上也拿下了8到9分，显示它也已经不再是概念阶段。而且这并非猜测，而是已经落实在产品规划上，包括吉利、奇瑞、广汽在内的多家车企都计划在今年推出超过30款搭载 FreeVol 电池的量产车型。事实上，吉利极氪9 X 插混 SUV 已在2025年7月率先上市，成为首款公开搭载 FreeVol 电池的量产车。换句话说，这些车型并不是停留在车展舞台上的炫目概念车，而是真真正正走下生产线，即将交付到消费者手中的量产车。在这里，我们必须意识到市场地位的分量，因为谁掌握市场，谁才真正决定了新技术能否推广开来。目前，宁德时代已经牢牢占据全球电动车电池市场约38%的份额，为超过1800万辆汽车提供电池，这几乎等同于每卖出3辆电动车，就有1辆用的电池来自宁德。它的客户名单同样响当当，从特斯拉到梅赛德斯奔驰，再到宝马、大众，几乎囊括了全球最知名的汽车品牌。因此，当宁德时代宣布一项新技术时，同行不仅会竖起耳朵倾听，还会迅速评估并考虑采用，这就是龙头企业的号召力。宁德时代的董事长张玉杰更是在几个月前公开表示，他的愿景是让那电池最终占据整个市场的1半份额。这番话无疑是一种极具分量的宣告。毕竟，这番话不是出自普通研究员，而是全球最大电池企业的掌舵人，因此更像是一份战略蓝图，而非单纯的豪言壮语。如果未来事实证明$10千瓦时的价格真的可以实现，那将意味着整个能源和交通领域都会迎来根本性的大洗牌。届时，电动汽车不但会提前实现与燃油车的购置成本持平，甚至还会进一步超越，让消费者在选择时不再犹豫。家庭电池储能也会从现在的高端奢侈品摇身一变成为普通家庭的标配，就像冰箱和洗衣机一样普及。与此同时，电网级的大型储能项目也可能迎来爆发式增长，彻底解决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不稳定问题。当然，话说回来，就算最终价格不是$10，而是略高一些，依然足以被视作好消息，因为它依然能带来巨大改变。即使最后的市场价格落在$40到$50之间，这也依旧足够颠覆现有格局，彻底改变储能经济学。在这种价格水平下，电池将便宜到可以广泛部署，从边远农村到高楼林立的都市都能负担得起。而当储能变得真正可负担时，太阳能和风能的经济性也将被彻底改写，它们不再是补充能源，而会成为能源体系的核心。不过，最关键的考验将发生在今年，因为今年将决定那电池究竟是梦想还是现实。问题在于，宣布的30款搭载新电池的车型，是否真的能按时推向市场，
还是会像过去的很多新技术一样被无限延期？其次，消费者是否愿意信任这种相对陌生的电池化学体系？毕竟安全、续航和寿命才是购车时最敏感的考量。另外，真实的经济性是否能像宣传中说的那样理想？这将直接决定它的市场接受度。这些疑问的答案很快将在未来几个月的市场表现中揭晓，而这一刻也将成为那电池命运的分水岭。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电池行业的格局正在快速多样化，不再由单一的锂电池一家独大，而是进入一个多种化学体系并存的新时代。锂电池当然不会马上消失，它依然会是市场的支柱，但它也不太可能像过去10年那样牢牢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换句话说，我们正亲眼见证电池行业的一场深层次巨变，这种变革可能会彻底改写未来几十年的能源格局。对普通消费者而言，这意味着一个好消息。当企业间竞争加剧时，产品通常会变得更便宜、更可靠，功能也更强大。不过，最终的判断权还在您手中，您觉得呢？未来几年，无论那电池是否真正崛起，它都已经为整个行业注入了新的竞争动力。这种动力会推动更多企业加速研发，迫使市场不断优化电池性能与价格。在这场竞赛中，消费者和社会都是最终的受益者。想象一下，一个电力充裕、储能普及的世界，家庭不再害怕停电，工厂也能全天候运行清洁能源。这不只是能源的故事，更是经济、环境乃至社会结构的转折点。因为便宜而可靠的电池，意味着再生能源可以全面取代化石燃料，加快碳中和的脚步。它将直接影响气候变化的走向，也将改变我们下一代的生活方式。所以，无论那电池能否最终胜出，它的出现已经让能源革命的脚步更快了一大步。在未来10年，我们可能会看到那锂固态电池甚至氢能技术并驾齐驱，展开真正的能源大比拼。而每一次突破，都会把人类带向一个更加清洁、更加高效的能源未来。假如一辆搭载那电池的电动车能让您省下几千美元，您会考虑去购买吗？又或者，您会觉得哪怕价格便宜，但在续航或性能上稍逊一筹，就完全不能接受？无论您的答案是什么，感谢您一路跟随我们探索那电池的世界，陪我们走到这一刻。请继续保持开放的心态与旺盛的好奇心，未来的科技故事更加精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